富士山鄰近地區發生地震，令人擔心火山爆發可能將會來臨。例如喺2025年2月20號夜晚10點13分發生咗4.4級地震，震央係富士山東北面，山梨縣東部富士五湖，深22公里。專家認為呢一次震央深度比較深，同火山爆發關聯就唔高。地震發生喺夜晚，差唔多瞓覺嘅時間，如果誘發火山爆發，要避難都唔易。千祈唔好忘記，富士山萬一爆發，就連差唔多100公里嘅東京都會受到火山灰嘅影響，可能從睡夢之中瞓醒之後，就會變成灰暗嘅世界。睇睇山梨縣東部富士五湖以往發生地震嘅記錄，2025年直到2月20號已經發生咗2次，仲有一次就係1月5號朝頭早8點51分發生，係4級嘅地震，比2月嗰一次就細啲。而2024年總共發生咗12次，次數令人驚訝。可能因為預言漫畫《我所見的未來》嘅影響，啲人將有關日本天災嘅焦點都放喺2025年上面。但實際2024年喺好多人冇留意嘅情況之下，富士山附近已經發生咗大大小小嘅地震。再睇睇由2001年以嚟嘅記錄，山梨縣東部富士五湖每年都發生地震，多嘅有2012年發生咗33次。2021年都有14次，呢2個年頭嘅地震規模都唔細，分別係5.4級同埋4.8級。再之前嘅大規模地震有1983年嘅6級，同埋1976年嘅5.5級。不過到目前為止，自1707年以嚟，富士山都仲未爆發，一直沉睡不起。其實唔係所有地震都同火山爆發有關聯，多啲了解就唔會過分驚慌，可以正確咁樣面對天災同埋避難。最新日本上集就講解咗富士山爆發嘅預測，今集會介紹富士山過去嘅爆發同埋相關災難嘅情況。就算係火山爆發，因應規模而造成唔同嘅人命同埋經濟損失，無論富士山嘅附近定係離1個半鐘頭嘅東京，都有可能因為火山爆發而蒙受損失。而家關心富士山爆發嘅人多咗，知道離上一次爆發嘅1707年已經過咗317年，只係計算爆發，有史以嚟就記錄咗10次，而其中一次規模大嘅可以數得上係上一次嘅爆發，發生嘅時間係由1707年12月16號朝頭早10點左右，去到1月1號嘅凌晨，長達16日。初時熔岩由東南山坡噴出，煙就衝上去高空大概2萬公尺。喺當日，火山灰已經到達東京。呢一次富士山爆發喺日本寶永4年發生，而且規模龐大，所以就會叫做寶永大爆發。點解可以咁仔細了解當時富士山爆發嘅情況？就係因為有人做咗詳細嘅記錄。睇睇呢幅圖畫，畫咗寶永大爆發嘅情景，可以睇到熔岩唔係喺山頂，而係喺山坡上面噴出，而熔岩嘅高度去到山頂咁高。呢一次爆發造成咗3個火山口，分別係第1至到第3寶永火山口，由高至低排成一線，直徑有成1公里咁大。喺第2同埋第3火山口之間形成咗寶永山。喺西南望向富士山，例如由靜岡縣或者山梨縣南部睇嘅話，就會見到寶永山喺右邊嘅山坡。參考各種古籍就知道寶永大爆發之前發生嘅地震，知道先兆分為4個階段。最早嘅第一階段就係爆發之前1至到2個月，記錄咗第一階段嘅係差唔多每日都會去富士山嘅土屋伊太夫，佢係一個叫做富士港嘅信仰嘅信徒，喺位於須山村嘅登山口作為嚮導，引導其他信徒參拜。須山村即係而家嘅居野市須山，位於富士山嘅東南邊。佢咁近距離觀察爆發之前嘅富士山，所以資料就好珍貴。佢寫咗土屋伊太夫噴火事情書，噴火即係火山爆發。佢講由10月至到12月頭喺山裏邊差唔多每日都感覺到地震。如果假設地震嘅震央係地下10公里嘅話，地震規模就估計係2.6級，3公里之下嘅話就可能係2級。但係佢冇描述到須山嘅地震，所以推測地震係喺寶永山附近發生。到咗第2階段，即係12月3號至到爆發之前嘅一日，每日山裏邊都有10至到20次地震，但係須山就冇。由12月3號開始，
每一日有3至4次轟鳴，即係聽到有聲。到咗第3階段，即係爆發之前1日至到幾個鐘頭之前，喺半日裏邊就發生咗幾次2至到3級嘅地震。去到15號嘅夜晚至到16號嘅朝頭早，發生咗2次5級地震，而4級規模都有10幾次，再細規模嘅有幾十次。到咗最後嘅第4階段，發生咗2次5級地震。佢喺事情書裏邊就咁樣寫：11月23日早晨5時許發生大地震，同日4時許又發生大地震。11月23號係舊曆，即係西曆嘅12月16號。喺第2次地震之後就聽到轟鳴，之後佢咁樣寫：天空兇猛地湧現黑雲，咁就可以知道火山開始爆發。之後佢仍然有按時間順序詳細記載火山爆發過程，包括大量火山灰降落嘅情況、大地發出嘅轟鳴聲，以及爆發活動初期出現短暫平靜期，之後又有一段爆發加劇嘅時期等等嘅現象。最後佢就寫咗：山也停止燃燒，雷鳴與地震聲漸息，天氣轉晴。火山爆發就喺舊曆12月9號凌晨結束，即係西曆嘅1月1號。呢一幅圖係出自伊東志摩守日記，負責記錄嘅就係伊東志摩守有言。佢係嚟自於肥凡，即係而家宮崎縣嘅日鄉。佢係藩主伊東氏嘅親戚。爆發嗰陣時，佢住喺江戶，即係而家嘅東京。而呢一本日記同上集介紹嘅庚級日記唔同，庚級日記係平安時代女性作者諗翻之前遭遇嘅文學作品，有少少創作嘅成分。但江戶時代男性寫嘅日記真係記錄每一日嘅事情，因為佢嘅日記同埋其他歷史資料就可以了解寶永大爆發嘅情況之外，仲可以知道爆發之前有乜嘢異常現象。咁樣對預測下一次火山爆發嚟講係好重要同埋具價值嘅資料，唔需要淨係單靠火山爆發之間嘅時間間隔而去做推算。因為伊東有言係嚟自宮崎縣，所以伊東志摩守日記嘅手抄本保存喺宮崎縣立圖書館。而佢本人就喺寶永大爆發之後嗰一年去世。睇睇呢一幅火山灰堆積地圖，展示咗關東一帶堆積嘅厚度。經過16日嘅時間，火山礫石同埋火山灰隨住偏西風飄散，降落喺靜岡縣嘅東北部、神奈川縣同埋東京都，甚至飄至喺100公里以外嘅房總半島。橫濱就高達16厘米，東京就高4至到8厘米。根據當時嘅典籍，喺富士山東麓嘅須走村，因為好熱嘅火山岩石跌落嚟，而燒毀咗37戶民家，其餘39戶就係因為超過3米深嘅火山灰嘅重量同埋頻密嘅火山性地震而倒塌。喺佳瀨村，因為80至到90厘米厚嘅火山灰，導致呢一條村落80戶民宅裏邊有12戶倒塌。喺江戶城亦都降落咗大量嘅火山灰，即係喺日頭都變得好昏暗，唔可以唔點蠟燭。估計火山灰喺爆發之後2個鐘頭就去到東京，累積咗2至到5厘米厚嘅火山灰。每當強風吹嗰陣時，就會化為細小嘅粉塵喺空中飛揚，令到好多人患上呼吸道嘅疾病。除咗以上短期嘅損失之外，因火山灰而導致河床上升，河水泛濫持續咗幾十年，農作物失收，長期影響民生。跟住要介紹嘅就係貞觀大爆發，發生喺貞觀6至到8年，即係西曆嘅864年至到866年，同之後嘅寶永大爆發之間，根據可信性較高嘅估值，富士山爆發咗6次。呢一次爆發嚴重影響咗富士山附近嘅地形，例如熔岩流到去西北麓，將地上面嘅嘢都燒晒，之後就形成咗而家嘅青木原樹海。因為呢一次爆發發生喺平安時代前期。當時朝廷寫嘅史書《日本三代實錄》裏邊所收錄嘅報告係唯一可信嘅文字記錄，可能因為時代嘅問題，只有事後報告而冇爆發之前同埋爆發緊嘅描述。跟住就一邊講解文字記錄，一邊睇睇呢3幅地圖，顯示咗呢一次爆發熔岩流過嘅地方。根據《日本三代實錄》記載，864年7月2號，駿河國向朝廷發出富士山爆發嘅第一次報告。駿河國即係而家靜岡縣嘅一帶。報告內容話，富士郡嘅正山衛淺間大神大山發生爆發，其氣勢極為猛烈，
方圓12里嘅山林都被燒毀，火焰高達20丈，巨大轟鳴如雷。發生3次大地震，經過10多天，火勢仍未減弱，岩石焦灼，山峰崩塌，沙石如雨般降落，煙雲鬱鬱蔽天，人無法靠近。灼熱嘅岩石流入富士山西北嘅本棲湖，熔岩流長約30里，寬34里，高2至3丈，最終火勢蔓延至格菲國境。大概2個月之後嘅864年8月22號，格菲國向京都發出第2次爆發報告。格菲國即係而家嘅山梨縣。晉河國嘅富士山發生大爆發，焚燒粉碎山峰，草木皆被焦枯，土石流動，淹沒咗8代郡嘅本棲湖同埋產海，湖水變成廢水，魚龜等水族全數滅絕，民居同湖泊一同被掩埋，幸存嘅房屋也無人居住，如此慘況數不勝數。兩湖之東有名為河口湖嘅湖泊，火勢亦都向呢一個方向蔓延。喺湖泊被淹埋之前，先發生大地震，又有雷鳴同埋暴雨，雲霧彌漫，令天昏地暗，山野難辨。喺呢一度就出現咗一個罕見嘅湖泊名產海。當時專家係唔知道係邊一個湖，只係知道大概喺青木原熔岩嘅分佈範圍。經過調查之後，發現咗產海因為熔岩流入，分成而家嘅西湖同埋精進湖，熔岩亦都流到去富士山麓西北部，燒毀咗森林地帶。之後樹木重生，形成咗青木原樹海，面積就達30平方公里。呢一個根據日本3代實錄嘅記載同埋實際熔岩流嘅地質調查結果所呈現嘅貞觀大爆發熔岩流動過程。貞觀大爆發雖然喺火山口附近堆積咗少量火山礫同埋火山灰，但爆發嘅熔岩主要係以相對平緩嘅熔岩流形式擴散流動。由於噴出嘅熔岩相當之多，導致富士五湖嘅形狀同埋構造發生咗重大嘅改變，令到地形產生咗明顯嘅變化。去到9月，朝廷就命令格菲國師拜祭淺間神社之神，為求災難平息。之後喺865年年尾嘅記載裏邊提到，災異尚未止息，咁就可以知道火山爆發活動維持咗接近2年咁耐。喺貞觀大爆發嘅60年之前，發生咗延曆大爆發，日期係延曆19年至到21年，即係西曆嘅800年至到802年。喺800年，當時仲係平安時代。喺800年4月11號，富士山東北山腹發生爆發。根據日本紀略記載，由呢一日開始，持續咗大概1個月嘅活躍火山活動。晉河國上奏，自4月11號至到5月15號為止，富士山峰自行燃燒，白晝煙氣昏暗，夜晚火光照天，奇聲如雷，灰燼如雨般落下，山下溪流皆呈紅色。火山爆發伴隨大量火山灰降落同埋熔岩流出，爆發一直遲到802年。睇睇呢一幅地圖，顯示咗呢一次熔岩流過嘅地方，即係由東邊嘅山坡流到去東面嘅山中湖旁邊同埋東北方。另外西北方山坡亦都有噴出熔岩。喺801年嘅爆發裏邊，由於大量火山灰同埋沙礫掩埋咗當時橫越箱根嘅道路竹柄路，令竹柄卡附近無法通行。竹柄卡就喺地圖右面中間嘅路，途中經過御殿場，呢一段係東海道本道嘅其中一段。朝廷就另開鑿新嘅道路，經由箱根卡嘅箱根路。東海道係軍事用同埋緊急用嘅道路，所以唔可以唔理。新嘅箱根路作為主要道路，大概維持咗1年。有史以嚟，富士山大概爆發咗10次。1707年發生嘅寶永大爆發有唔少典籍記載，可以了解爆發前後嘅情況。其他冇詳細介紹嘅古籍有以下：記載咗781年爆發嘅《續日本紀》，937年爆發嘅《日本紀略》，999年爆發嘅《本朝世紀》，1020年冒煙同埋有火影現象嘅《庚級日記》，1033年爆發嘅《日本紀略》，1083年爆發嘅《扶桑略記》，143年爆發嘅《黃代記》，1511年爆發嘅《妙法寺記》。仲有1407年轟鳴嘅大全子文書，當中貞觀同埋寶永大爆發規模比較大，所以具體記錄就較多。不過要了解爆發前嘅預兆，
文字記錄仲係好唔夠。要知道史前富士山曾經發生過嘅爆發，就要去做地質調查。喺2021年推出嘅富士山特輯裏邊，簡單介紹咗富士山裏邊埋藏咗3座舊嘅火山，其中一座就係小乳嶽火山。喺富士山五合目升仙觀景台旁邊，可以揾到小乳嶽神社，嗰度就係小乳嶽火山嘅山頂。東京大學地質研究所喺富士山東北山坡五合目嘅小乳嶽周邊進行咗鑽探調查，喺5個地方鑽探去到最深650米，仲喺地下深處提取咗用於研究地下狀態嘅圓柱狀岩石樣本。經過詳細調查之後，發現咗之前冇發現過嘅岩石種類，所以推斷地下埋藏咗另一座火山。富士山大概從10萬年至到而家，每隔幾百年就會發生一次大規模爆發，逐漸形成而家嘅形狀。而且富士山並唔係一開始就係咁嘅樣。根據過往調查，富士山嘅活動歷史以大概1萬年之前為分界，分為古富士火山同埋新富士火山2個時期。而家嘅富士山屬於新富士火山，而埋喺下面嘅就係古富士火山。呢2座火山都係由玄武岩構成。追溯去到1930年代，專家發現古富士火山裏邊仲有另一個火山。東京大學地質研究所長期研究富士山嘅津屋宏葵教授發現，喺小乳嶽神社附近地面露出嘅喺富士山罕見嘅安山岩質熔岩。津屋教授喺戰前戰後期間徹底咁樣實地調查富士山，再繪製富士山全域地質圖。有一日佢喺小乳嶽神社旁邊發現咗比玄武岩顏色更淺嘅灰色熔岩，佢就判斷呢一個係形成古富士火山之前已經存在火山體嘅一部分，所以佢就命名為小乳嶽火山。就好似呢幅圖所顯示，而家富士山係由4座火山組成，有仙乳嶽火山、小乳嶽火山、古富士火山同埋最外層嘅新富士火山。喺1930年代由津屋宏葵教授發現嘅小乳嶽火山之後，去到2003年，東京大學地質研究所再喺小乳嶽火山之下發現咗一座未知嘅新火山，所以就命名為仙小乳嶽火山。而家4層構造嘅富士山，表示各層都曾經有唔同性質嘅爆發過程。呢啲過程可能係解開300年以上富士山仲未爆發之謎嘅線索。富士山估計喺大概10萬年之前誕生，同日本好多擁有幾十萬年至到100萬年歷史嘅火山相比，仲係好年輕，可以話係一座充滿活力嘅火山。最早係仙乳嶽火山喺幾十萬年之前開始活動。估計呢一個時候同附近嘅愛鷹火山同埋箱根山有類似嘅火山活動，跟住爆發就形成咗小乳嶽火山，成為咗而家富士山嘅基礎。之後進入富士山嘅時代，從10萬年至到1萬年之前，古富士火山開始活動。呢個時候火山噴出大量火山碎屑物，乘住偏西風吹到東邊，堆積起嚟可以達10米高，形成咗新嘅地層。呢一個就係關東紅土層。範圍就係關東平原，當中包括東京。關東紅土層唔單止係由富士山，仲有由神奈川縣嘅箱根火山等等爆發嘅火山碎屑物形成。喺關東地區南部廣泛分布嘅立川紅土層裏邊，包括咗大量由富士山飄嚟嘅火山碎屑物堆積成為啡色嘅土壤。立川係位於東京嘅西面，離東京站只有30幾公里。呢一啲就係富士山爆發嗰陣時，火山灰到達東京嘅證據。之後就輪到新富士火山，活動期由11000年之前開始，活動模式同古富士火山有好大嘅唔同。簡單嚟講，開始出現各種唔同嘅爆發模式，唔單止噴出火山碎屑物，仲有大量嘅熔岩噴出。另外，熔岩噴發嘅位置亦都唔固定，咁樣就表示除咗山頂嘅火山口之外，山麓側邊嘅火山口亦都經常發生爆發活動，亦都發生過造成山體側面崩塌嘅山體崩壞現象。例如喺西邊山坡上面嘅大澤崩係山體崩壞之一，最大闊度有500米，深度有150米，從山頂火山口下面一直延伸去到海拔2200米嘅地方。
而家會以5個階段嚟分新富士火山唔同時期嘅爆發。第一階段係11000年至到8000年前，係大規模熔岩流嘅時期，產生大量玄武岩質嘅熔岩流，形成咗山體嘅基本形態。第二階段就係至到4500年前，係山頂火山口噴發期，顧名思義係以山頂噴發為主，產生大量火山碎屑物。第三階段係至到3200年前，呢個時候熔岩同埋噴出物由山頂轉至山腹，側火山口變得活躍，形成大量側火山錐。第四階段係至到2200年前，係屬於穩定期，火山活動相對平靜，爆發活動減少。第五階段就係去到而家，即係包括頭先介紹過嘅延曆、貞觀、寶永大爆發。睇咗富士山整個形成同埋爆發過程，得到一個結論，就係佢冇一個固定嘅活動模式，隨時會產生變化。同上一次寶永大爆發相隔317年，富士山可能進入新嘅第6階段，即係爆發模式同以往嘅唔同。而家為咗觀察富士山開始火山活動時候嘅情況，已經設置閉路電視去錄影，俾富士沙防事務所可以進行即時監控。之後將會建立同相關機構共享影像等等資訊嘅系統。另外亦都設置咗一啲俾市民可以透過網絡睇即時影像等等資訊嘅系統。雖然唔可以預先知道富士山幾時爆發，但靠觀察系統可以捕捉爆發嗰一刻，盡早通知市民避難，同埋做應對嚟減低人命同埋經濟損失。自1707年以嚟，富士山冇出現到可以確認嘅爆發活動，從山頂同埋部分山麓地區，直到1970年代仍然有活躍嘅地熱活動。由呢啲現象可以得知，富士山地下嘅岩漿活動仍然持續。富士山喺2000年10月至到12月期間，確認發生咗大概470次低頻地震，觀察到深部低頻地震頻率增加。低頻地震通常喺活躍火山嘅火山口周邊可以觀察到。關於低頻地震發生嘅機制，目前仲有好多不明之處，觀察案例亦都比較少。但係由於某啲案例與火山爆發同火山活動有關，所以被認為與地下深處嘅火山活動同岩漿活動有關。不過由於震源並未出現上升趨勢，而且除咗低頻地震之外，冇見到其他火山性嘅異象，所以就認為唔會直接導致爆發。而家相關組織每日監視富士山嘅各種變化，如果一旦爆發，就會即時收到通知。爆發之後仲有少少時間可以避難。